今天是我和顾城的订婚之日，父母和亲朋好友连着几日在家中布置准备，一直忙活到昨夜才有时间稍作歇息，生怕有遗漏之处，惹人笑话，又担心照顾不周，让顾家看低。按照我们本地的习俗，订婚当日会在大厅安排一个喜台，女方家会把陪嫁置于左边，代表着父母对出嫁女儿的厚爱和底气；男方家会将带来的聘礼置于右边，代表着男方的诚意与实力。一早，父母就将一套汉江华府大平层的房产证以及一辆中档汽车的产证展开置于左边台面，还有一个展屉，里面是25块收藏金条。我是独女，自幼便是父母的掌中宝。自我出生起，每一年的生日，他们都会为我购置一块金条。到如今刚好25年，顾城一家到来后，父母热情地接待着他们，顾母嘴里夸赞我的话更是不曾停歇过。我站在一众人身后，对着顾城揶揄地偷笑着。恋爱长跑5年，从校园爱情到工作后相扶相持，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顾城捕捉到我的目光，嘴角微微扯起，有些僵硬地回应着我。我猜他应当是太紧张了。他手中提着2个匣子，是我们商量好的彩礼箱和5金礼盒。见场面话说的差不多了，姑姑便领着顾城往展台走去。顾城有些磨蹭地将匣子置于右边台面，却迟迟不曾打开。父母的笑脸有些挂不住了，不知他是何意。顾城母亲含笑自如地走上前去：“嗨，我这儿子今日订婚，高兴的都要迷糊了，见着小鱼就走不动道了。”哈哈哈！他一边笑着打趣，一边自然地将2个匣子打开，10万彩礼整整齐齐码在匣中，煞是好看。母亲说彩礼只是讨个喜头，商量婚事时并未多要。顾家父母也是爽快的一口应下。旁边的礼盒中，5金饰品一一摆开，金手镯、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还有1只金钗，都是未来婆婆带着我去店里亲自挑的。我站在人群最后面，并未细看，只瞧见姑姑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顾父也走上前，将一套3居室的产证和一辆新款的 BBA 汽车产证置于一旁，没有展开。我与父母并未要求顾家的婚房加上我的名字，现在这样挺好。简单的合照环节结束后，父母便欢快地引着大家入座聊天。我和顾城也偷偷地移到角落，趁大家不注意时，在背后拉着小手。顾城脸色比刚才那会好看多了，我笑他经不起事，他有些尴尬地抓抓脑后，也不反驳。气氛正浓时，一声惊叫伴随着小孩的哭声打破了和谐的场面。姑姑家5岁的小孙子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一个没看住，自己溜到了展台那边，够着红绸往下拉，将顾家那边的聘礼全都摔在了地上。见此情景，顾母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难看起来，我心中意识一紧，他急步往展台那边冲去。顾城也迅速甩开我的手跟了上去。姑姑紧张不已，上前拉起孙子便开始教训，嘴中还不住地同顾家道着歉。顾母恍若未闻般，手速飞快地收拢着地上挥洒的纸币。这钱怎么不对劲啊？眼尖的叔叔拨开人群，从地上捡起一张纸币。不要看，不许看！一向冷静自如的婆婆忽然冲到叔叔面前，恶狠狠从他手中抢夺那张钱。叔叔下意识地捏紧手指，纸币在空中一分为2，气氛突然地安静了下来，众人的脸色都变得有些古怪。我有些木然地走上前，何止叔叔手中的钱奇怪，满地的钱都不正常。
一地的粉色假币。再联想到刚才顾城不敢开箱的样子，我似乎明白了什么，不敢置信地看向顾城。他有些心虚地低着头，不与我对视。顾母见状，干脆也不遮掩了，上前拉住我的双手。小鱼，阿姨也是担心今日人多眼杂的，万一有人起了贪心，咱们家不是亏大了吗？一句话让现场的亲戚们都面露不快，可他似乎不曾察觉。其实要我说呀，订婚这个仪式都没必要。小鱼跟我家顾城都在一起5年了，已经是事实夫妻了，就差领张证，何必整这么多事？过日子啊，还是得脚踏实地。想想我们那会结婚，哪里有什么彩礼一说？他还欲继续说着，姑姑打断了他的话：“这金子，我怎么瞧着也不对劲啊？这咋还蹭掉了一块皮呢？”姑姑举起手中的金钗，我一眼便认出这不是我当时在店里选中的款式。我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松开顾母的手，赶紧检查了下其他的金饰，一眼扫去，似乎都没有什么问题，黄灿灿一片。但细看就会发现每一样都有差别。我心沉到了底下。父亲见我表情不对，便已猜到，瞬间怒火冲天。母亲拉着他，抿紧嘴唇，一言不发。我知道他们在等我的态度。我伸手推开挡在面前的顾母，死死地盯着躲在后面的顾城。你是不是该给我家一个解释？他本来还一副羞愧心虚的模样，见我推开他的母亲，立马眉头一皱，似乎有了说话的底气。安瑜，我妈是长辈，你怎么能够推她？彩礼不是你家说的，只是要个态度，真的假的重要吗？还是说你在乎的根本就是钱？你何时也变得这么虚荣了？不要闹了，今天订婚仪式已经完成了，你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人了，要懂得体谅我父母的不容易。看着他一张一合的嘴，熟悉的五官在我眼前好似变得扭曲起来，我突然感觉不认识眼前人一般。顾母反应过来后，也愤愤地在一旁帮话：“小鱼，以后我们俩的钱不都是你们的？你可不要目光短浅，急于一时。现在金价多贵呀，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的，买真的不是脑袋有病吗？如今订婚仪式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家的亲朋好友也都知道了。”他似乎开始有恃无恐起来。我心中再无半点侥幸，拿起电话拨通了110。警官您好，我举报有人非法使用假币。警察来得很快，是个年轻小伙，一脸正气，严肃板正。进门确认过信息后，便没收了现场的所有假钞，还要带顾家3口回局里做笔录。顾母没想到我会在订婚当日真的报警，顿时颜面也不要了，坐在我家客厅的地上，一边拍地大哭，一边口不择言地辱骂道：“这就是你们安家教出来的好女儿，居然一言不合就要报警抓自己的老公跟婆婆。”我妈欲上前理论，被我一把拉住：“我倒是要好好看看她要如何颠倒黑白。你们安家是要卖女儿吗？逼着我们拿彩礼钱？亏我之前还这么疼你，原来也是个爱慕虚荣的。要不是我家顾城喜欢，就你这小身板，以后都不知道能不能生孩子，还好意思要什么彩礼？”顾城连忙上前扶住自己母亲，还不忘朝我怒目以对，扬起的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狠厉表情。“安瑜，我真的对你太失望了，想不到你竟如此拜金。我们5年的感情就抵不过这10万块钱吗？你真的是网上的毒鸡汤看多了，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做。”我被他的话定在原地，气得浑身发抖。一旁的父亲更是怒火冲天，冲上前想教训这无耻的一家人，也被亲戚死死拉扯住了。警察还在现场，万一动起手来，有理也变无理了。
我看着在地上撒泼打滚的顾母，事不关己的顾父和破罐子破摔的顾城，在这满屋子的喜庆布置衬托下，显得格外的突兀与讽刺。或许是上天垂怜，让瞎了眼的我，在订婚这日看清他们一家人的嘴脸。我冷漠地看着地上的两人，嗤笑一声：如果你们家拿不出这个彩礼钱，为什么在商量婚事的时候要满口答应？如果你们觉得买金子是智商税，为什么还要故作热情地带我去金店里挑选？还是你们觉得我很好骗，先拿这些假东西糊弄我，等到我与顾城结婚了，还不是任你们拿捏，对吗？顾城面对我的质问，眼神又开始闪躲起来。顾母见状也不哭了，厌恶地盯着我：我们家不答应这些要求，你们能同意吗？我们这么做不都是在成全你们的颜面？安于，你也不想想，你都跟我们家顾城生米煮成熟饭，睡了5年了，如今不过就是扯张正的事，你在这里拿瞧什么？现在闹成这样，你除了能嫁给我们家顾城，还能嫁给谁？我劝你好好安抚下你的父母，此事就此接过，我们顾家可以大度原谅你这次的不懂事，你可别不知好歹。顾母一番输出后，顾城似乎又觉得他母亲说的有道理，在一旁直点头。我不由得为他这好算计鼓掌。你笑什么？顾母看着失笑的我，有些猛怔。我笑啊，你们家的算盘珠子都要崩到我脸上来了。既然你们顾家这么清高，怎么当初说起陪嫁时，你们倒是满心欢喜，不曾拒绝呢？顾母脖子一伸，脸色不屑道：那怎么能一样？你们安家又没儿子，以后你爸妈不都得指望顾城来养老？如今陪嫁些东西又算得了什么？这些不迟早都是顾城的。哦，原来是打算吃绝户啊！顾城见自己母亲毫无遮拦地将心中所想说出，也有些急了，拦了好几回才将让顾母闭嘴。舒儿，他抬起头，有些神色不耐地盯着我，薄唇微张。安于，我妈虽然说话难听点，但她说的也都是事实。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了订婚这一步，你不要再任性了，赶紧同警察讲清楚，我们只是走个过场，并未非法使用假币，别耽误人家的正经工作了。大家都忙着呢。看了一出大型家庭伦理戏的年轻警察正眉头紧锁，他大概也还未成婚，对于这些毫无底线的拉扯场面经验不足。作为报案人，他朝我投来询问的眼神，我耸了耸肩，露出无奈的表情。警官，你们依法办事即可，眼下情况您也见着了，他们带来的东西，我们家事前毫不知情，更不知晓他们意图何为。见警察来真格的，顾家3口这才真的慌了神。顾母拒不配合，跟随警察回局接受调查，甚至直接躺在了我家地板上，双手捂着心脏说呼吸不畅。顾城倒是与他母亲默契得很，立马义正言辞地指责起年轻警察滥用职权、仗势欺人、胡乱执法。年轻警察饶是秉公办理，也被这一番说辞堵得满脸通红，又担忧顾母真的出事。我干脆好人做到底，帮他们一家又拨打了120。顾母被急匆匆抬上担架时，他蓦地坐起，大喊道：把咱们家的产证拿上！那是真的。惊得刚来的护士们都目瞪口呆，弄不清楚状况，场面一度很混乱。临走之时，顾城站在门口处，回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眼神中是毫不掩饰的厌恶与憎恨。年轻警察察觉到他的视线，挪步挡在了我们中间。看什么？还不快点走！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来。安小姐，这片辖区的治安我负责，如果有人在闹事，你直接电话我。他轻瞟了一眼顾城，将名片递给了我。
或许是方才顾城的眼神过于渗人，他在以此威慑他。我立马感谢地收下名片，表示有困难一定找他。顾城见状，只能不甘地撂下一句：“安于，你会后悔的。”便头也不回地走了。送走顾家人后，家中终于清静了一些。看着满室的狼藉，父母亲一直在懊悔，没有早点察觉出这一家人的劣性。何止是他们，即便是我，现在仍在恍惚。无论是顾母还是顾城，都隐藏得太深了。过去5年，顾城虽称不上完美男友，但也算对我体贴入微，凡事与我有商有量。而我也只是一个普通女生，自然不会去设想找什么灵魂伴侣。在我看来，2个普通人脚踏实地、相互扶持的感情才最珍贵。毕业后，顾城便带我回家见了家长，那会顾母顾父都十分热情。饭后，顾母更是小鱼的唤着我，眉目慈爱地拉着我的手：“小鱼，阿姨见你第一眼就喜欢，一看你就是个乖巧懂事的女孩。咱们家顾城有福气了，阿姨没有女儿，以后你嫁过来，我定会拿你当亲生女儿对待。”她说的情深意切，我心里也跟吃了蜜般，暗喜自己不仅找到了一个好对象，连婆婆都如此通情达理。顾城更是在一旁打趣道：“嗨，妈妈是有了女儿，就忘了儿子了。看来以后我在家里的地位也就比小白高那么一点点了。”小白是他们家养的狗，如今回想起这一幕，再对比今天顾母躺在地上撒泼打滚的画面，还真是无比的讽刺啊！一切也许早有征兆，只是我陷入其中，不曾多想。我与顾城相爱5年，经济上也一直是各自独立。我原生家庭虽说不上富贵，但也还算衣食无忧。知晓我谈朋友后，父母更是叮嘱：挣钱不容易，不要随便花男孩子的钱，所以出去吃饭、逛街、看电影，我都是抢着买单。每次顾城生日，我都提前1个月偷偷筹备，趁他不注意时看看他家在购物车里的商品，然后在他生日当天给他制造惊喜。我仍记得他在收到相机、平板、球鞋、游戏机时的欢喜模样。而我生日呢，顾城送了什么？我在脑海里回想，对了，第1年他送了我一条手织的围巾，当时我感动得稀里哗啦。在这个快节奏生活的时代，居然还有男孩子愿意为我费这个心思。后来有一次整理物品，将这条围巾翻了出来，他眼都不眨的便随意当作垃圾给丢了。我还心疼了许久，现下仔细一想，这大概是他在某个海鲜市场里随意收来的廉价玩意罢了。第2年生日，恰逢我感冒了，身体不适，顾城给我送来了一个药箱，里面塞满了日常用的药品。他说：“安于，我希望你能好好照顾自己，健健康康，永远不要生病。”那会我虽觉得奇怪，但见顾城一脸真诚模样，便压下了心中异样。也许他就是如此直男呢。第3年、第4年也都是一些看起来费尽心思，却又极其廉价的礼物。每次他都有不同的说辞，情真意切地赋予他们独一无二的意义，让我无法理直气壮地挑出任何毛病。可今年不一样，今年生日，他送了我一枚戒指，1克拉的。他说想要娶我回家，与我长长久久地在一起。我脑子忽然灵光一闪，疾步冲进房间，从抽屉中找出那枚他求婚的钻戒。爸妈见我异状，也紧跟其后问道：“怎么了？”阿鱼，我回过身，失力地坐在了地上，朝着他们举起手中的戒指：“爸妈，你们说这枚戒指会是真的吗？”订婚风波后，我拉黑了顾城一家，父母也同各位亲友表达了歉意，此婚事就此作罢。
只是我们想低调了事，有人却不肯善罢甘休。顾城联系不上我，便来到我公司堵我。起初他只在写字楼楼下晃悠，我远远的见着便会提前躲开。可他不依不饶的找到了我们公司前台处，有人问他，他便装出一副谦逊模样，温和的回答：“我来接我老婆安于下班。”同事们疑惑我何时结的婚，他却闭口不语，只将我们订婚那日拍的合照递给大家看。大家见状也不再怀疑，打趣着将他带到接待室，还不忘恭喜我们。我气得手脚发抖，拿起包包便兀自下楼去。他见我出来，立马追在后面，还不忘大声喊道：“老婆，老婆，等等我，我错了，不要再生我气了好吗？”身后传来一阵同事们的嬉笑声，我尴尬得无地自容，也无比气愤顾城的无耻行为。公司大厅来往人多，我不想与他在这里拉扯，惹人笑话。到达地下层后，我再也忍不住心中怒火，转身将手中的包包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身上。“你有病吗？谁是你老婆呀？我们已经分手了，更不会结婚了。”他被我的包猝不及防地砸个正着，有些吃痛地揉着胸膛，另一只手还不忘过来拉我，脸上又露出我们平常拌嘴时一贯的委屈无奈表情。再不见订婚那日狠厉的眼神，他还真是挺能装。“阿瑜，我错了，订婚那件事是我们家不对，你别生气了好吗？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不要因为这些小事伤了感情。我向你道歉，原谅我好吗？”我一掌拍掉他伸过来的手，双手顺势交叉环抱在胸前，冷冷地看着他表演。“阿瑜，我妈那天是情绪上头冲动了，回去后我就说了她，她保证以后你嫁过来一定会好好对你的。彩礼问题她是闭口不提，只把矛盾转移到态度上去，还想着不痛不痒地接过。见我不曾反驳，她继续说道：“那天你也有不对的地方，一点小事就报警，给我妈气得住了好几天院。我跟我爸也在派出所解释了2小时，虽然我们家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你也让我们家颜面扫地，咱们也算是扯平了。你回去同岳父岳母好好说，咱们婚礼照常举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都不要太计较了。”我看着眼前还在喋喋不休的男人，心中的郁结反倒是慢慢散去。就这么一个虚伪自私的人，哪里值得我伤心垂泪？过去只当是我年少眼瞎，也幸亏他们家在订婚那日的一波神操作，给了我悬崖勒马、逃离火坑的机会。我轻笑一声，打断了他：“行啊，顾城，咱们谁都不计较。你现在把彩礼和5金折现的钱转给我，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如何？”我挑了挑眉，打开收款码，在他面前晃了晃，等待他的反应。不出我所料，他脸色肉眼可见的黑了下来。“小鱼，钱就那么重要吗？比我们5年的感情还重要吗？”我内心翻了个白眼，都闹成这样，他还能恬不知耻地同我打着感情牌？重要啊！你觉得不重要就赶紧转给我，磨磨唧唧的做什么？他脸色更难看了。“你何时变得如此拜金了？”“啊，对对对，是我拜金。你快点将我送给你的8000的相机、3000的平板、4000的球鞋、6000的游戏机都还给我。我也将你送给我20块钱的围巾、临期的药品、记录爱情的小本子、永不变心的石头都还给你。”他脸上的表情这下是真裂开了，干脆连装都不装了。“我凭什么还给你？那些东西不都是你自愿送给我的？你怎么好意思要回去？我送你的东西虽然不值钱，但都是我花了心思和精力的，是无价的。不像你，每回都应付了事，在我购物车里随便挑上一件，便完事了。
我真是要被他这自洽的逻辑给气笑了，也被他最后一句话给点醒了。难怪每到他生日时，他的购物车里便全是一些昂贵的商品。看他平时的消费习惯，也并不是大手大脚的人，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呀。我不由替他拍掌，真是好算计呀。我说呢，平时把自己手机看得死死的一个人，怎么一到那几天，手机就开始不设密码的随意丢在一旁？原来是在点我呀。顾城，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不要脸？被我戳破事实，他面色一滞，继而大怒：你在胡说什么？你偷看我手机，你还有理了？我冷漠地退后一步，不想再与其继续纠缠。顾城，我现在正式地通知你，我们分手了。你以后再来骚扰我，我会立马报警。我这人向来说到做到，上次你也见识过了。他上前一步，我立马调出上次那个警察的电话，按下拨号键。他捏紧拳头，松了紧，紧了松，最终愤恨离去。看着他气急败走的背影，我心中再无任何难过。他不值得。您好，我是宋叔，请问哪位？一个恍神，电话被接通了，对面传来的清冽男声将我拉回现实。宋警官，您好，我是安瑜，上周订婚当天报警的当事人。对面一顿，没有立马接话，似在思索。我连忙补充道：不好意思打扰到您，刚刚我被前任尾随，情急之下拨通了您的电话，现下他已经走了，没事了。他应当是已经想起来了，毕竟当时的混乱场面的确让人印象深刻。他轻咳一声：好的，安女士，没事就好，最近多注意安全，避免一个人独行，有紧急情况随时联系我。当晚，我收到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安瑜，既然你铁心要分手，那咱们就好好算算账吧。首先是你提出的分手，我多次挽留，你都态度恶劣，那么请你赔偿我这5年的青春损失费，以及分手对我造成的精神损失费，合计10万元，限你3日内打到我的账户。真不要脸啊！还青春损失费，我恨不得隔着屏幕扇他几巴掌。信息还在一条条的跳出来。我求婚时送给你的钻戒，价值10万元，你已经带过了，属于二手货，我不要，折现还给我。当然，如果你后悔了，对你最近的所作所为深刻地意识到了错误，只要你向我母亲，向我诚恳地道歉，那么我便既往不咎。你自己好好考虑清楚，也好好想想自己还有什么东西在我手上。我正疑惑，我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还在他那边，可能是没有立即得到想要的回应。他有些沉不住气，又发过来一张照片。那一瞬间，我有种强烈的预感，这张照片会很关键，于是便手速极快按下了截图键。果然，3秒后，他撤回了这条信息，而我也恰好看清了图片的内容。那一刻，愤怒如同汹涌的潮水般将我吞没。他再次刷新了我对人性恶的认知。在这之前，我以为我们分手最大的矛盾只是我们3观不同，可我没想到顾城竟然能够无耻到这种程度，居然在我们交往期间趁我熟睡时偷拍了私密照。我握住手机的手止不住的颤抖，胃里也一阵阵揪心的反酸上涌。我知道这是身体承受极大情绪波动时的应激反应，可不该这样。我越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就越是正中他的下怀。他想以此来拿捏我，甚至还期望从我这里捞上一笔。毕竟在他看来，女子的贞洁、名声高于一切。手机提示音又响了一下。好看吗？你说我要是发给你爸妈、你朋友、你同事，是不是更精彩呀？安瑜，别说，我还挺期待你的反应的。
看看到时候你的傲气还能不能撑得住。我捏紧手机，扶着桌子，慢慢稳住自己的情绪。顾城，我本想好聚好散，给大家留下最后一点体面的。既然你不要，那我又有什么是豁不出去的呢？我是真的愚蠢，而你是真的坏。可没有底线的坏，终归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将带有威胁的信息一一截图保存，连同照片发给了宋叔、宋警官。我要报警，有人敲诈勒索，违法传播他人私隐照片。顾城是懂法的，可是在他的认知里面，我必定会忌惮他手中留藏的东西。如果报警，这些照片也会作为证据在一定范围内传阅，甚至他还会狗急跳墙地传上网络。而几十万块钱对于我家来说并不算多，可惜了。他如果是将这些信息发给我爸妈，那可能还真的有希望拿到这笔钱。但是他发给了我，在威胁我的同时，他也在享受这种挑衅和羞辱我的快感。我知道他在报复我，可是他低估了我的勇气。与其让人拿住把柄，心惊胆战的卑微求生，还不如我主动来揭开这块遮羞布。错不在我，我并不觉得羞耻，该羞耻的是那些藏有龌龊心思的人。宋警官动作迅速，派出所很快便以敲诈勒索罪、侵犯他人隐私罪将顾城收监，等待审判。而顾城电脑、手机中存有的隐私照片也被警方一一处理掉，没有流露出任何信息。顾城是进去了，可针对我们家的骚扰却并未停止。顾母每天带着一群亲友堵在我家楼下，见人就控诉我们家为了10万块的彩礼钱，将他儿子送进了监狱。同物业保安说明情况后，才将他们拦在了小区门外，但丝毫不影响顾家的战斗力。他们在小区门外成夜拉起横幅，拜金女安于5年感情不抵10万彩礼钱，亲手将未婚夫送进监狱，现代卖女儿家庭，拜金女虚伪的一家。白日里更是拿起大喇叭，一遍一遍地循环喊着。顾母找人传话，什么时候我给顾城出具谅解书，他们便什么时候消停下来。因他们的不懈努力，我们一家人也彻底在这个地方出了名。无数的指指点点、五言碎语像利箭一般朝着我们射来。父母不堪其扰，班也不上了，门也不敢出了。宋叔带人来的时候，我正在小区门口与顾母对峙。无论他话说得多么难听，我都只一句话：如今你们做的有多难看，日后开庭时我便会多么不留情面。顾母骂到最后实在没辙，便躺在地上哭。打我他不敢，他知道我会毫不犹豫地追究他责任。宋叔也再次告诫他们，不要再聚众闹事，否则会依法处置。顾母是记得宋叔的，也是一个不讲情面的愣头青。于是在周围人的劝阻下，他们总算是噤了声，灰溜溜地走了。只是走的时候，他打量的眼神在我与宋叔之间徘徊，似乎又在预谋着什么。次日，不出所料，我又火了。不过这一次不是在小区里名声大噪，而是火到了网上，热搜榜靠前的那种。爸爸将手机拿给我看，有人将昨日宋叔执勤的视频恶意剪辑，营造出一种宋叔为了我欺负一群老弱的画面。视频中，顾母柔弱无助地躺在地上崩溃大哭，而我则站在一旁冷漠旁观，脸上尽是不耐烦的表情。而宋叔的位置则更巧妙了，他站在我们中间，看似好像将我护在身后，再配上他严肃的表情，无情的警告，的确容易让人想入非非。评论区里也是一边倒的批判。这个女的我知道，和我一个小区，据说为了10万块的彩礼钱跟谈了5年的男朋友，在订婚当天闹掰了，
转头就给男的送进监狱了。怪不得能把男朋友弄进监狱，原来是局里有人啊！看他们这亲密程度，8成不是刚认识的，可能早就绿了男朋友。彩礼怕都是个借口，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儿子被这拜金女小三男联手送进去了，母亲还被训得趴地求饶，忍不了了。有人知道男的具体单位吗？好想打电话去投诉他。楼上加我一个，第一次网暴，我要做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草。+1，我慌乱地拿起自己手机，想要打给宋叔。一开机，无数的电话短信轰炸般地涌入进来，各种辱骂诅咒的字眼密密麻麻地印入眼帘，直到手机卡死完全动不了。我浑身发冷，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网暴的力量。我甚至开始有些后悔，是不是自己报警真的做错了？面对铺天盖地的网络舆论，我毫无招架之力，甚至连句解释的话都没有机会说。他们扒出来了我的所有信息，逐帧逐句地恶意解读着我曾留在网络上的一些言语，来例证我是多么无耻的一个人。甚至连我领导都接到无数的谩骂电话，我害怕极了。父母也在劝我，要不撤诉算了。可撤诉简单，那我们平白遭受的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凭什么加害者在人前兴风作浪，受害者要屈居一隅瑟瑟发抖？不，我绝不妥协。面对这么无耻的一家，一步退便会步步退。既然他们家能利用网络颠倒黑白，那我们为何不能借助网络推波助澜？我想宋叔那边必定也是同样的困境，甚至比我更严重。他工作特殊，如今怕是已经被隔离起来接受调查了。这一次，我只能自救了。回应网络暴力的最快渠道，那便是直播。趁着如今的热度，没有什么比我这个当事人现身说法更具有说服力。父母劝我再多考虑下，可如今的处境，再差又能差到哪里去呢？也得益于现在的热度，我刚接入直播，无数的吃瓜群众便涌入了进来。不到半小时，直播间里人数便达到了10W 加。同时，左下方辱骂我的词条也滚动得飞快。我目视前方，刻意的不去关注那个板块。稳定心神后，我便开始自顾自地讲述起来。一个普通女生的5年，我与顾城的相知、相识、相爱，以及在上个月那个我们曾无比期待的订婚日子。当我说到10万彩礼时候，满屏的戾气似乎快要溢出来。我双手在底下紧紧地扣着裤缝的边缘，努力让自己的声线听起来更平静些。10万彩礼的确是我们家提的，可我们分手却不是因为这10万块钱。婚姻于我而言，既是2个年轻人的选择，也是背后2个家庭的结合。凡事应有商有量，彼此信任，共同进退，而不是心怀不轨，互相算计。我将姑姑于订婚之日拍摄的照片打印出来了几张，展示在镜头前面。第1张便是放满东西的喜台，左边是我的陪嫁，价值800万的临江大平层，60万的车，以及市值100多万的金条。右边是顾家的聘礼，10万的彩礼，假的；6万的金饰，假的；200万的新房，顾母的名字；140万的贷款，60万的车，在顾父的名下。哦，对了，求婚那天他还送了我1枚1克拉的钻戒。我扬起右手，将手中的钻戒对到了镜头面前。大家如果喜欢这个款式的话，可以在拼夕夕上找到同款，包邮到家18.8。我适时拿出了第2张照片，满地的粉色假币和掉了皮的金钗，以作作证。左下角滚动的速度似乎慢了下来，我也鼓起勇气看了2眼，终于不再是满屏的谩骂。网友1：
原来这才是订婚当日的真相啊！顾家张嘴闭嘴10万彩礼，女方嫁妆都快上千万了，他们却只字不提，真拿我们网友当牛马，替他们冲锋陷阵。网友2：不是吧？不是吧？10万彩礼是假的，金子是假的，连求婚的钻戒都是假的。这个世界终于颠成我不认识的样子了。网友3：活久见，买得起60万的车，10万的彩礼却要弄虚作假，贷款的新房居然写着未来婆婆的名字，这算盘打得我在东北都听见了。网友4：姐妹，淘得对，也仍旧还有许多质疑的声音。黑子1：彩礼的事不提，博主伙同男小三把未婚夫送进去的事又怎么说？黑子2：就是博主在转移视线，试图掩盖自己出轨的事实。黑子3：分手归分手，为何还要恶意报复前男友？我深吸一口气，拿出第3张照片，顾城威胁我的短信截图，图片的私密部分已经处理过了。我没有报复任何人，我只是在自保。如你们所见，如果我不选择报警，送他进去，这样的人渣只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威胁、恐吓、羞辱我。做错事的人不是我，违法乱纪的人也不是我，为何我要对伤害我的人仁慈大度？弹屏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正如大家的愤怒慢慢被平息。你们口中的男小三、关系人是位正义的警察，我们总共联系过3次。第1次是订婚当日顾家非法使用假币，第2次是顾城尾随骚扰我，第3次是顾母聚众闹事。他是一位年轻的好警察，在尽力守护每一位公民的人身安全及合法权益，不该遭受如此对待。你们的每一句污蔑和谩骂，都有可能毁掉他的全部人生。可时间还长着呢，谁又能保证自己以后不会遭遇些磨难？我希望那时候大家都还能遇上像他这样尽职尽责的人。有人连线进来，犹豫2秒后我接通了。再难听的话我都听过，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安小姐，对不起，我向你道歉。听清对方话语的一瞬间，我眼眶一酸，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与顾城撕破脸我没哭，与顾母对峙我没哭，被全网网暴时我也没哭。可是这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在过去的25年里，我一直是一个谨小慎微、低调怯弱的普通女生，普通的家庭背景，普通的学习成绩，普通的外貌长相，谈过一场自认为普普通通、踏实自怡的恋爱。可就是这场恋爱，差点将我的家庭拉入万丈深渊。我不得不坚强起来，藏起自己的懦弱，忘记悲痛，忘记伤害，为自己披上刀枪不入的战衣，力争一丝生机。所幸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顾城即将为他的无耻行为付出深刻的代价，而恶意制造网络暴力的人也终将遭受网络力量带来的反噬。一段时间后，这件事情于我而言终于平息。那场直播结束后，顾母一家被网络舆论反扑，陷入反复的自证与无尽的拉扯之中，再也无法抽出精力来骚扰我们。而我注销了自己的直播账号，不再做任何回复。顾城的代理律师联系我，说他想要见我一面，被我拒绝了。下一次见面应当很快了，一审马上就要开始了。宋书的调查结果也出来了，不存在任何违规执法，但鉴于此事影响较大，他被调离了我们片区。他调任那天，我给他送去了一面锦旗。人间正义使者，没穿警服的他，看上去也没有那么严肃板正了。接过锦旗后，他嘴角有些压制不住地往上扬，咧着嘴抬头望向我。安小姐，以后有紧急情况，
随时联系我。他朝我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随后扬扬手，抱着东西离去了。我沿着梧桐大道往家的方向走。金秋已至，冬天很快就要来了。这个冬天，我没有如期步入婚姻，但我亦不再惧怕任何一个寒冬。